我力排众议，把公司食堂的承包权给了表弟。1年下来，他赚得盆满钵满，买房买车。可我换来的不是感谢，而是表弟媳在亲戚群里哭诉：家人们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们家王雷天天起早贪黑在表哥公司做食堂，1年到头没休息。外人看着风光，以为我们赚了多少钱，可谁知道赚的钱大头都进了别人的口袋。他说的回扣其实是每月给公司交的租金。娟儿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跟妈说。妈，我不敢说，那是我表哥，是我们的恩人。我们要是说了，他把食堂收回去，我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啊！不会吧？陈阳看着挺老实一个孩子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这年头亲兄弟还明算账。我不是说我表哥不好，他对我们家有大恩，可这回扣是不是也太高了点儿？每个月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，有2/3要上交给他。他说这是公司的规矩，可我打听了，哪有这么高的抽折？这说的谁呀？陈阳吗？他心太黑了。我们买个车，他还冷嘲热讽说我们张扬。他不知道，那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。回扣2个字像一颗炸弹，我妈的头像在列表里闪烁，显然正在输入。紧接着一条消息发出来，又被她秒速撤回，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所有人都知道李娟口中的表哥就是我。你看表哥办公室里新添置的红木家具，那都是从我们的工钱里抠出来的。陈阳，出来说句话呀！陈阳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都是一家人，把话说开就好了。儿子，群里的事我看见了，你别冲动。我先问问你姨，李娟那孩子口无遮拦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我关掉手机屏幕，拉开抽屉，最底下静静地躺着一份文件，内部食堂承包经营合同，乙方是王雷的签名。合同里每个月3万的场地租金，在你们嘴里居然成了回扣，真可笑。距离合同到期还有37天。小刘，帮我约一下十维天的赵老板。十维天是我们公司园区对面生意最火爆的连锁餐厅，也是1年前和我表弟竞争食堂承包权的那个被我拒绝的对手。1年前，公司的食堂负责人，一个跟了我多年的老员工，因为家里孩子高考要回老家陪读，辞职了。几百号员工的吃饭问题瞬间成了头等大事。我发布了公开招标，几家本地有名的餐饮公司都递交了方案，其中就包括十维天的赵老板。方案专业，菜品丰富，报价合理，我几乎已经敲定了他。就在这时，我妈找了过来。儿子，你表弟王雷，你知道吧？他最近不是又失业了吗？天天在家待着，你姨父愁的头发都白了。我听说你公司食堂正好缺人。妈，那不是缺人，是整个部门要外包，需要专业的餐饮公司来做。哎呀，都一样嘛。你表弟学过厨师的呀。那是他在新东方厨师学校上了3个月的速成班，总比外人强吧？自家人还能坑你不成？这不是坑不坑的问题，这是公司管理要讲规矩。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公司不是你的吗？你一句话的事儿。陈阳，我跟你说，你二姨从小对你多好，你小时候她天天给你买糖吃，你忘了？你现在出息了，当老板了，拉你表弟一把，怎么了？他可是你亲表弟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妈，食堂不是小事，几百号员工的食品安全、口味、营养都要负责。王雷他没经验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你多教教他不就行了？你要是信不过他，你信不过你弟媳妇李娟吗？那孩子多精明，保管给你把食堂管得妥妥帖帖的。李娟一个在菜市场买根葱都要跟人吵半天，占不到便宜绝不罢休的女人，让她管食堂，我怕我的员工连肉末都见不着。总之，这件事我不同意。陈阳，你是不是翅膀硬了？你要是不帮你表弟，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，你就是忘本。我明天就带你二姨上你公司找你去。第2天，我妈真的带着二姨和哭哭啼啼的李娟堵在了我的办公室门口。表哥，你行行好，救救我们家吧！陈阳啊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现在你出息了，就当没我们这门亲戚了吗？最终我妥协了，不是因为亲情，而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公司变成亲戚们表演的舞台。食堂我可以包给你们，但是我有条件。第一，菜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是红线，绝对不能出问题。第二，价格必须比外面便宜，这是给员工的福利，不是给你们谋取暴利的工具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公司提供场地、设备、水电，但作为回报，你们每月需要向公司缴纳3万元的管理费，这是租金，也是规则。什么？3万？哥，我们是亲戚啊，你怎么还要我们钱？这不是左手倒右手吗？这不是亲戚，这是生意，签了，食堂就是你们的，不签，现在就离开，以后也别再来。我的态度很坚决。王雷看看我，又看看李娟，手足无措。我们见。
食堂开业后，李娟的精明在成本控制上发挥到了极致。开业第1个月，她就实现了盈利。王磊好像也找到了人生的价值，每天在后厨忙得不亦乐乎。员工们反映，虽然菜色简单，但分量足，价格便宜，比吃外卖划算太多。每个月底，李娟都会准时把3万块钱打到公司账上，一手交钱一手拿收据，笑容满面。她不止一次在家庭聚会上端着酒杯，声情并茂地感谢我。二姨和妈也满脸红光，觉得特有面子。半年后，他们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崭新的奔驰 S400。提车那天，李娟在家族群里发了个视频，各个角度连车钥匙的特写都没放过。感谢老公的努力，也感谢表哥给的机会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群里一片恭喜，而我还在开着3年前买的那辆旧。你看，你表弟都开上新车了，你是不是也该换换了？你好歹是个老板。妈，车是拿来开的，不是拿来看的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下去，他们赚钱，我省心。3万块的管理费不多不少，正好可以覆盖掉食堂的水电和设备折旧。我甚至觉得当初的决定也许没有那么糟糕。直到员工吃饭时的抱怨开始出现。今天的红烧肉在哪里？食堂的汤是不是忘了放盐，只放了水？为什么青菜比肉还贵？感觉食堂的菜量越来越少了，价格还偷偷涨了5毛。起初只是零星的几句，后来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连我助理小刘都忍不住跟我吐槽。陈总，最近食堂的饭菜质量下降的厉害，以前20块能吃得饱饱的，现在30块都吃不着几块肉。我亲眼看见打菜的阿姨手里的勺子抖得跟帕金森一样。有一次我中午临时有事没出去吃，就去了员工食堂。我打了一份土豆烧牛肉，盘子里土豆块堆得像小山，牛肉是需要用筷子仔细寻找的肉丁。我端着餐盘找到一个角落坐下。这哪是给人吃的，跟猪食一样。可不是嘛，价钱还死贵。老板的亲戚就是牛啊！嘘，小声点，不想干了。干，为了这口饭把人干没了，不值当。我默默地吃完了那盘土豆，牛肉丁我一颗都没找到。那天下午，我把王雷叫到了办公室。这是你们今天中午的菜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还记不记得1年前你在我办公室签合同的时候，我跟你说的第1条是什么？记得。食品安全和菜品质量是红线。那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哥，我错了。主要是李娟，她说现在什么都涨价，猪肉、蔬菜、油盐成本太高了，我们再按原来的价格卖就要亏本了。是吗？那你们买车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亏本？回去告诉李娟，把心思放在菜上，别都放在钱上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就不是我找你谈话这么简单了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石为天赵老板的回复。陈总客气了，我随时有空。好的，赵老板，那咱们就约周3晚上。周2下午，我妈的电话就追了过来。陈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要把你表弟一家往死路上逼？我把手机开了免提，放到桌上。出什么事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二姨刚才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李娟在家里要死要活的，说你不给他们活路了。我怎么不给他们活路了？你还装？李娟都说了，你嫌他们赚钱了，眼红了。妈，我跟王磊的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。你别跟我提什么合同，我是你妈，我只跟你讲亲情。洋洋，我知道你从小就懂事儿，有主见，可王雷是你弟呀，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，他们2口子不容易，起早贪黑的赚的都是辛苦钱，你就当可怜可怜他们，那3万块钱就不能免了吗？他们现在车贷房贷压力多大，你这个当哥的就忍心看着？妈，公司的管理有公司的制度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司。如果我今天能为他免租金，明天我是不是就要为别的亲戚安排工作？公司还怎么开下去？你跟他说，他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就去他公司闹，让他当着所有员工的面评评这个理。陈阳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别逼我们，你要是真不念旧情，就别怪你二姨他们把事情闹大，到时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陈总，您母亲和二姨来了，在前台说一定要见您，让他们进来。陈阳，你长本事了啊！连你妈的电话都敢挂了。谁让你来的？表哥，你别怪我，我也是没办法了。你不肯免租金，还找了外人要顶替我们，我们一家人都要被你逼死了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大老板欺我们穷亲戚啊！我们辛辛苦苦给他打工，赚的钱全被他拿走了。现在看我们买了车，眼红了，就要把我们赶走，黑心啊！太黑心了！闹完了，就听我说。第一，我跟赵老板吃饭是谈别的事情，跟食堂无关。第二，租金1分钱都不会少，这是合同，也是规矩。第三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你带着人来我公司闹事，你们就不是等到合同到期再走，而是现在立刻给我滚蛋！白眼狼！陈总，食堂承包给谁，我们员工都没意见，我们只希望能吃上一口热乎干净的饭。我知道了，陈总，好久不见。
风采依旧啊。赵老板客气了。赵老板，实不相瞒，今天请您来还是为了1年前那件事。陈总的公司食堂不是已经有亲戚在做了吗？做得挺好嘛，都开上奔驰了。是我当初考虑不周，识人不明。现在合同马上到期了，我打算重新招标，所以想问问赵老板还有没有兴趣？当然有兴趣。陈总的公司几百号员工，这么大的单子谁不眼红？不过陈总，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们石维天是正规公司，不做一锤子买卖。如果还是跟上次一样，我们方案都做了，最后您一句话又换成自己人，那我们可就恕不奉陪了。不会了，这一次一切按商业规则来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我只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要我的员工能吃到全市区性价比最高的午餐，菜品质量、卫生安全、服务态度都必须是顶级的。至于利润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在合理的范围内，我绝不干涉。但是如果让我发现任何偷工减料、损害员工利益的行为，合同随时终止。陈总，我喜欢跟你这样的人合作，就冲你最后这句话，这个项目我们接了，方案我们3天之内送到您办公室。我们真是命苦啊！我们2口子没日没夜的干，就想让大家吃好喝好。可我那黑心的表哥，他见不得我们好，他收我们高额的租金，1个月3万块啊！那些钱不都是从大家饭菜里省出来的吗？现在他看我们赚了点辛苦钱，买了辆车，他就眼红了，要找别人来代替我们，他这是要断了我们的活路啊！他自己当大老板，开豪车住大房子，我们当亲戚的就跟着喝点汤他都不乐意。你们说，天下哪有这样做哥哥的？我拿出手机按下了录像键，视频录到一半，王雷发现了我。别哭了，哥来了。表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跟大家评评理，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对我们？我们起早贪黑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就为了那点钱，连亲情都不顾了吗？我没有理会李娟的撒泼，径直走到打菜的窗口。给我来一份饭。打菜的是李娟的远房表妹，她看着李娟，又看看我，拿着勺子的手悬在半空，不知所措。怎么，我的员工食堂不卖饭给我这个老板？这个全是辣椒的辣椒炒蛋也来一份。那盘辣椒炒肉，我把里面的肉片一片一片仔细的挑出来，整齐的摆在餐盘的另一边。一盘菜见底，肉片总共5片，又薄又小。我放下筷子，拿出手机，对着餐盘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我站起身。这顿饭25块，5片肉，这就是我公司的员工福利。大家放心，从下个月开始不会了。说完，我端起餐盘，转身离开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把照片发给了助理小刘，然后我把那段视频也发给了他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给赵老板打了个电话。赵老板，方案做得怎么样了？陈总放心，已经差不多了，明天准时送到您办公室。好。我原本还想给他们留一点体面，毕竟二姨和妈那边不好交代，但现在看来是他们自己把最后一点体面都撕得粉碎。下午二姨的电话又来了。陈阳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让你表弟表弟媳下不来台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他们不就是想让你减点租金吗？你就这么容不下他们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把他们赶走，我就死在你公司门口。我把公司门口最好的广告位给你留着，你想拉多大的横幅，我都帮。赵老板的方案准时送到了我的办公室。你们菜谱的定价比李娟他们现在的价格还要低20%，但菜品的丰富程度和肉菜的比例却高出了一大截。这个价格，你们有利润吗？陈总，我们做的是规模效应，我们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和养殖场，集中采购，成本比他们零买低得多。而且我们不指望在一个公司上赚取暴利，我们要做的是口碑，是品牌。只要您的员工吃得满意，给我们介绍2家新客户，我们就赚回来了。好，就按这个来。合同我让法务部去准备，下周1我们正式签约。合作愉快。没问题，陈总，合作愉快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我特意让小刘把签约仪式安排在了下周1上午，也就是王雷他们合同到期的第2天，并且我让他把消息不经意地透露了出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几乎被打爆了。我二姨、我三姑、我四舅、我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叔，所有能跟我攀上亲戚关系的人都轮番上阵，我一概不接，一概不见。儿子，妈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李娟那孩子是做的不对，说话难听，可她毕竟是你的弟媳，王雷是你唯一的表弟，你不能真的不管他们。你要是把食堂收回来，他们以后怎么生活？算妈求你了，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
行吗？我看着那条短信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我只回了2个字：不行。周一很快就到了，我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了公司。小刘已经把会议室布置好了，签约的喜卡摆在桌子中央，一边是我的名字，另一边是石维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。赵老板也提前到了，带着他的团队，精神抖擞。陈总早，赵总早。你吃了我们那么多钱，现在还要断我们的活路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今天这场签约仪式，我希望所有家人都能在场见证。今天我们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在台面上说清楚。李娟，你刚才说我吃了你们很多钱，对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每个月收我们3万块钱，整整3万，那不是吃回扣是什么？好，这是我们1年前签的合同，1式2份，你们那份应该也还在吧？你告诉我，这上面写的是回扣，还是租赁费和管理费？我再问你，当初签这份合同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这是公司的规矩，公司提供场地设备，你们支付租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你当时是不是同意了？你的狡辩到此为止了。你们这是污蔑！我要告你们！他收我们高额的租金，一个月3万块啊！那些钱不都是从大家饭菜里省出来的吗？他自己当大老板，开豪车，住大房子，我们当亲戚的就跟着喝点汤，他都不乐意。我们来谈谈第2个问题。你说你们赚的钱都是从饭菜里省出来的，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省的。我切换了投影内容，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，正是我那天在食堂拍的那盘只有5片肉的辣椒炒肉。你们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喂给我几百号辛辛苦苦工作的员工。我把食堂交给你们，是信任你们，是给你们机会，不是让你们来投毒，不是让你们来砸我公司的招牌。你还有脸在群里哭诉，说我心黑，你还有脸在食堂撒泼，说我断你们活路。李娟儿，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问问，到底是谁心黑？到底是谁在断谁的活路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些菜贩子骗我说菜市是新鲜的。你简直是在给我们老王家丢人！我让你没出息，我让你没良心，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赵总，不好意思，让您见笑了，我们继续吧。好的，陈总。我低下头，在合同的甲方位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刷刷的写字声在混乱的背景音中显得格外清晰。李娟听到了，她猛地抬起头：“不要，陈阳，你不能签，你签了，我们就真完了。”这位女士，请您冷静一点。李娟看着我们交换的合同，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骨头，瘫软在地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二姨哭得几乎晕厥，被几个亲戚扶着走了。走的时候，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恨和绝望，仿佛我才是毁了她儿子一生的罪魁祸首。我妈也走了，她没有骂我，也没有看李娟他们，只是沉默地离开。她的背影显得那么苍老和失望。王雷扶起瘫在地上的李娟，两个人像一对斗败的公鸡，失魂落魄地站在会议室中央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能不能不走？我们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干，再也不敢偷工减料了。王雷，你知道吗？1年前，我顶着所有管理层的压力把食堂交给你，我当时只想着你是我的亲人，我应该拉你一把，但我忘了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，尤其是当贪婪蒙蔽了双眼的时候。太晚了，从你们把黑心钱塞进口袋，用变质的饭菜喂给我的员工那一刻起，一切都晚了。这是你们这几年来使用过期食材偷工减料的证据汇总，包括供应商的证词、员工的投诉记录，还有后厨的监控录像。如果你们安安分分的离开，这份东西我会锁进我的保险柜，但如果你们还想闹事，我会把它连同你们在食堂散布谣言、诽谤我个人名誉的视频一起交给我的律师，到时候就不是丢掉一份工作那么简单了。食品安全法怎么判，诽谤罪怎么判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查。王雷看着那份文件，如同看着一条毒蛇，他的手抖得厉害，脸色惨白如纸。李娟更是吓得面无人色，她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在开玩笑。我们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一场风波终于尘埃落定，赵老板的团队效率很高。当天下午，他们就进驻了食堂，开始进行全面的清扫和消毒。第二天，全新的菜单、全新的厨师团队、全新的服务标准正式亮相，食堂的面貌焕然一新。饭菜的价格降了，分量足了，肉眼可见的大块牛肉和排骨出现在餐盘里，员工们欢呼雀跃，吃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公司的论坛里再也没有了抱怨，全是赞美。新食堂太给力了，这才是人吃的饭呢！感谢陈总，英明神武。周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小刘敲门进来，陈总，您母亲来了。
让他进来吧。汤，趁热喝吧。妈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对不起？是妈对不起你。妈以前总觉得亲情大过天，总想让你帮衬着家里的亲戚，可我忘了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这次的事是他们做的太过分了，你做的对，不怪你。你二姨她也是糊涂了，你别怪她。我不怪她，我只是觉得难过，为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和变了味的亲戚。春节我回老家过年，年夜饭的饭桌上，二姨一家没有来。我妈说他们没脸来。饭吃到一半，我爸把我拉到阳台啊。你表弟前2天托人带话，想见你。见我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想求你再拉他一把呗。听说在工地上干活伤了腰，重活干不了了。李娟也跟人吵架，被超市开除了。两口子现在租了个小门面卖早点，勉强糊口。见一见也无妨，不是让你再帮他们，只是有些结总是要解开的，一家人总不能当一辈子仇人。我最终还是答应了。大年初3，在我家老宅的院子里，我见到了王雷，他一个人来的。他瘦了很多，黑了，背也有些佝偻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10岁。哥，这是李娟炸的，你尝尝。进来坐吧。哥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是我们贪心，是我们没良心，是我们把你对我们的好当成了理所当然。这1年，我想了很多，我才明白，当初你给我们为难定的规矩，是为了保护我们，是我们自己把路走绝了。哥，我今天来不是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知道我没那个脸，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也想谢谢你。最后还给我留了条活路，没有把那些东西交出去。他说完，站起身对着我深深的鞠了一躬。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都过去了，以后的路好好走。哥，那我走了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消失在冬日的薄雾里，我回到院子，拿起一块麻花放进嘴里，很硬不甜，甚至有些油腻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吃下去，心里却好像有一块地方慢慢的变暖了。